家好，我是咪咪，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今天我要来做一道非常经典的法式点心——古典巧克力蛋糕。你也对麸质过敏吗？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这是一个专门提供麸质过敏的人无麸点心师傅的频道，解决你想吃又无法安心吃的困扰。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今天准备的模具是直径大约11公分的圆形活底膜。首先，为了方便脱模，我会在它的表面敷一层烘焙纸。蛋黄面糊的部分，我们需要以下的材料：鸡蛋黄1颗，切小块的无盐奶油20公克。巧克力的部分，我准备了75%的调温巧克力，总共需要35公克。无糖可可粉15公克，白米粉10公克，以及鲜奶油35公克。因为我觉得整个都是巧克力的蛋糕，吃起来有一点腻，所以我会再额外加一点葡萄干，增加口感。葡萄干我准备了30公克，另外这个是莱姆酒，我会加大约10cc 拿来泡葡萄干，让葡萄干都充分的沾到酒。那这个我们先放到一旁，让葡萄干吸收一下莱姆酒。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巧克力和奶油，让它融化。取一个小锅，把水烧开，然后把我们的巧克力碗放在上面，让它慢慢加热融化成一体状。巧克力和奶油充分融化之后，我们把刚刚准备的可可粉过筛到白米粉里面。过筛完成之后，我们把粉类拌匀。古典巧克力蛋糕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其实最主要的材料是使用的巧克力，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尽量选择品质比较好的巧克力。粉类的部分它只有一点点而已。接着我们把鲜奶油倒入融化的巧克力里面，然后把它们给拌匀。那因为这时候我们融化的巧克力温度比较高，所以鸡蛋黄的部分我们之后再下。接下来加入粉类，另外我还会再加一点点的香草酱当做提味。如果你没有香草酱的话，也可以省略不加。最后把蛋黄加进来。加入蛋黄之后，感觉会有一点出水的状况，我们用打蛋器再把它打匀一点。搅好的巧克力蛋黄面糊是这样子，感觉很滑顺的状态。那它表面的话，要像这样子搅到它的水跟油都吸收进去，没有分离的状况。滑过去会有这样子很明显的纹路感。然后把我们刚刚泡的葡萄干连同莱姆酒一起倒进去，拌匀之后，我们就先放到一旁备用。下一步我们来打蛋白霜，这个时候也可以先把烤箱预热。我们需要准备冰的鸡蛋白1颗，以及细砂糖20公克。另外，为了让蛋白霜更加稳固，我会再加半小时的醋到蛋白里面。先用低速把蛋白打到有大的鱼眼泡泡，像这样子有大泡泡之后，我们继续用低速把砂糖先搅拌均匀，砂糖大概分3次加入。接着使用中速把蛋白霜打到湿性发泡，这样子提起来有大的弯钩就是湿性发泡。我们舀1/3的蛋白霜到刚刚的巧克力面糊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再倒回蛋白霜碗里，再继续的把它搅拌均匀。搅拌的过程中，它多少会有一点小跑，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像这样子拌匀之后，就可以倒入模具里。拌好的面糊，它倒出来会很像缎带般的感觉。入模之后，拿一根筷子把表面画一画，让它均匀，然后稍微震一下，把气泡震出来。我们今天要用170度烤15分钟，再用180度烤10分钟。现在蛋糕出炉了，烤完之后会稍微回缩一点点。那表面我们可以撒上一层糖粉当做装饰。试吃时间。这个巧克力蛋糕现在是刚放凉的状态，还没有进冰箱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是像海绵蛋糕一样有点孔洞，现在咬下去是比较柔软的感觉。那它冰过之后呢，会吃起来有点像冰淇淋，会呈现膏状感，是一款冰过和加热之后口感会吃起来不一样的巧克力蛋糕，可以一次享受2种不同的感觉。如果你也喜欢浓郁的巧克力风格甜点，欢迎一起来试做看看。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的食谱，记得按个赞，方便之后你要制作时找得到这部影片。如果你认为这个频道提供的资讯对你有帮助，别忘了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让 YouTube 主动推送新的影片给你。我们下一期见，拜拜。